多谢空慧大师将灵峰铠甲从神境营祭坛带来，大恩无以为报。将来若灵谷寺需要花满楼相助，小女子必当全力以赴。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想我灵谷寺能安于天地之中，必然已经置身于三界之外，不必客气。这是神迹营300将士的生辰八字，还请大师给他们在灵谷寺立个牌位，超度冤屈。我也将此次战功的抚恤金全部捐赠于灵谷寺。身外之物，你们还是带回去吧，留下也只是给那些贪欲之人享用啊！要不你陪我下盘棋？好。且慢，咱们下五子棋。大师棋艺高超，为何执念于五子棋？我这人呐，一生有理，棋艺呀也无人能够超越。不过现在被拘在这山中寺庙，冷眼观俗世啊！唯有你和我的关门弟子唐喜下棋，哎呦，那才叫自在棋艺呀！好，那就下五子棋。接下来想要扳倒商华，可就更艰难了。你酒量不行啊！你这怎么娶媳妇儿的？他如此不要性命的谋士，怎么可能享安家乐业呢？我都这么努力了，你难道不应该夸夸我？如今踩了老虎尾巴，不把虎打死，死的可只有我们。其实，扳倒商华的关键在汪直。汪直是商华一手培养的西厂厂工，东厂做的所有的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汪直都有参与。好个仗义！当年要不是看在朔月的情分上，他能活到今天。这3年的苦心经营，就是怕他想起林峰之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臭虫日日提醒他别忘了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接触臭虫就会被他们带上邪路。林峰是张毅、唐喜，他们要不是招惹你们，我也不会这么累。你少在我面前演父慈子孝的戏，不过是制衡权术罢，怕我将手里的料抖出来，殃及到东极市场。今日你带他来上课，但却忘了，今日他，昨日我，明日他，今日我。哎，有之逼你自谦，乖顺，我甚是满意。
朔月，朔月。啊，对了，我认得你，只是你不记得我。脸皮真厚，对待救命恩人，竟然想以身相许，以怨报德。报答救命之恩有很多种方式了。他们是不是？哎，西厂成立的这些年呢，始终与东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们借由东厂的密报，就能让西厂撤销。那么，想要扳倒东厂，就要拿到西厂手中的重要密报。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的事情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从3年前你就是对的，错的都是我。哼，好一个神机妙算、步步为营的张毅！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。我们在这儿说这么多没用的，还不如想想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个乳名呢。哎呀，我这儿啊，刚好有个好名字，本打算是留给我和朔月第一个孩子的，没想到让你小子占了先机呀！将军请。冥冥之中皆是缘分啊！天官，天官赐福，但是天官2字是不是大了点？哎，那可不是，给孩子取乳名就是要往大里取，家族昌盛之家配得起天官赐福的福气。我呢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赠与兄长，此乃空会大师焚香祈福的平安钱，能保佑孩子顺利出生，母子平安。这等心意，配上我这乳名，只是好兆头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就替孩子收下2位义父的大礼。将军，师姐，你来了。张毅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张毅，我并没有投靠西厂的汪直，诱敌深入计划确实是被战役所想，并不是我贪图功名啊，张毅。张毅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张毅，听我解释啊，张毅，你别走啊，张毅。杨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张毅呢？林将军呢？神机营呢？相公，你怎么了？这里是京师家中，哪里来的神机营？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，你怎么还放不下？放下？我怎么放得下？林将军没了。神机营没了，因为我的提议他们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放下？将军没了，神机营没了，爹爹快起来，爹爹！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！天官儿，咦，你的嘴怎么这么臭啊？你再不醒，当心娘亲就不烧我们的饭了。你娘亲永远是嘴硬心软。什么味道这么香啊？娘亲做的小粥。
娘亲，娘亲，爹爹没死，爹爹醒了。上啊，用力！对，挥舞。这样。来，再砍一下啊，砍！哎，对，哎，这样对吗？好，你瞧，张毅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张毅，我陪你一起送将军。你走开，将军不需要你这样的懦夫。滚呐！此仇无报，不死不休。陆大哥，对不起，你与我不同。为了你的妻儿，请你好好活下去，哪怕是趴着、跪着，守护住你现在的幸福，在所不惜。为了我，林将军，神机营牺牲的300英烈。他的心里装满了天下，怎么会没有放小野居的草原？这里发礼啊！来者何人？没看到大理寺少卿张大人正出入大理寺。在下顺天府宋师陆世杰，拜见张大人。张大人，你看我并没有去七级市场，而去了顺天府做宋师。今日过来，就是希望你我兄弟能好好聊一聊。陆宋师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你在哪儿高就，依靠哪棵大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在顺天府能铁齿铜牙于公堂之上，你是为百姓伸冤也好，还是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也罢，都与我无关。区区一个宋师，还想攀附大理寺少卿，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？原来你就是坑害神机营300将士的军师，军师真是好计谋啊！下次最好绕着大理寺走。再等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，待尘埃落定，再兄弟相称。来啊！对，再来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所有的真相？真的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了一起，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。如果这世上愤怒就能斩断情谊，那就不算是重要的人，也就不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了。如果我连你都骗不了的话，那怎么骗所有人？更何况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天官，还有嫂子要照顾，我怎么能把你放在危险的位置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你？就是因为我是百无一用的书生。你知道这3年来，因为当初的提议，我的软弱，我承受着怎样的煎熬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受苦了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无论承受多少都会强忍下来，所以我才将替唐喜辩护的事情交给你。这件事情并不轻松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跟那些人一样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我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如果不是我提出来诱敌深入的计划，林将军和300神机营将士就不会遭到汪直的算计，他们就不会枉送了性命。不用再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林将军和兄弟们都回不来了。行了，猫一样的脾气，非要装老虎。你撒气归撒气，你真不打算认这兄弟了？你闭嘴！你知道这3年，
除了家庭亲近之人，有利可图之人，我受尽了世人的白眼，好像这世界上一切粗鄙之语都是为我一人而造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忍受这一切流言蜚语，但是我希望我的知己，我的兄弟，他能够明白我的决心，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，视我为贪生怕死的无能之人，将我置身事外。果真是死脑筋的倔驴。你还记得我当初找你谋士，你问我天下宋诗何其多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你？我是怎么告诉你的？你说你深信我是志同道合之人，你要让我努力挺起胸膛做人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要请我揉碎所有的尊严，跪着。你以为这些都是谁告诉我的？美人红袖露沾袖，飞花醉时香满城。如同天上降祥瑞，真是人间好光景。乖老头，你想什么呢？
凤丫头，来，咱们回家。回家泡脚。你是来求证答案的吗？什么答案？人间至味是清欢，我们想要的向来都很简单。普通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。我是来找猫的。回家吧。哎，这灯怎么与我平常见的不一样？经过我手的东西，自然是不一样了。寻常孔明灯，油点燃，在灯内燃烧一会儿之后，便会膨胀，随后放开手，它就会飞升上空。但我们这个呢，是要给贵妃娘娘看的天灯，自然是要用特别的东西了。来，拿好它。平官，别打扰你吴大爷，跟你别回吧。哦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呀。朝中局势如何？李晨阳再怎么自证清白，也无法成为第二个于谦。他在朝中早已是累功起级，无人再陈情。陛下更不会向全天下承认西极市场所办的冤假错案。李大人能特赦回乡，也算是颐养天年了。东厂并未给汪直打压或是说情。哼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商华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出头表态的。新任兵部尚书本来定的是东厂党羽，此事以后呢，又改为朝中的旧臣。虽然也是中庸圆滑，但是绝不偏袒一方权势。多年来一番兵权算计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来，赌你一个。啊，确定？嗯。哎，吴子莲，我赢了！哎，有没有人说过，一棋不如观棋？观棋者没有得失心，才能享受棋的乐趣。何人高见啊？我爹。看来袁尚书最近有好好开导袁千户啊。哎，张大人，你以前不是很清高的在这儿多待一会儿都不愿意吗？怎么现在跟他是眉来眼去的？趁我不在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去！袁千户，你是错过了好几千两的黄金，加你的情窦初开呀！你们都在忙我什么呀？男人的直觉告诉我，绝对不简单。哎呦，小大人可离男人差10万8千里呢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啊！上旨到！
大理寺少卿张毅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此次李晨阳劫持之案，大理寺办案有功，大理寺少卿张毅抓获藏匿灵谷寺谋逆贼子，特赏赐黄金1000两，空会大师迦南念珠2串，飞鱼符1身，包家忠厚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者都是客，若您不嫌弃啊，平日里也可以到我的小院里坐，毕竟我也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大闲人。唐少主出手果然阔绰，就是这眼光短浅了点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你这儿，确实不是个俗人。东极市场我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张大人，告辞了。恭送宋大人。看来沈大人找我还有事啊。万贵妃为哀悼空慧大师圆寂，计划在大师圆寂的第7日举行祈福灯会，这是邀请帖。哦，祈福灯会，朝中官员都会去吗？自然是4品以上的官员。哼，今日我与宋大人同往大理寺寻你，丹青却说你到了此处，我本不信，不想亲眼目睹如此光景。虽然结案陈词是另外一番模样，但其中真相，你难道不知吗？张大人，张大人是从何时开始变得跟袁千户一样，草率轻浮了？我原本以为沈大人只是被教条礼数束缚住了手脚，不曾想这心魂也未曾是自由的。他们与我打交道，如何就显得草率轻浮？唐少主巧言令色的本事见长啊！不服吗？不服出去打一架呀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较什么劲？沈大人，你说不过又打不赢，没意思，散了吧。袁千户，既然能从尚书府出来了，锦衣卫多的是事要处理，没工夫让你在这里闲扯，还不快随我走！你喊什么喊啊？吃炸药了？什么事儿？进来不想给尚书府招惹麻烦，最好不要往唐喜与张毅身边走。唐喜他就是那般江湖女子，我能理解。可张大人细数你我同僚，怎么就狼猫结派了？外贼易打，家贼难防。他们一次次踩他老虎尾巴，试图将其打死剥皮，唤醒老虎穷凶极恶的奋力扑食。恶虎祸害一方百姓，他不就该死吗？这朝廷真是真金白银的赏赐啊！这飞鱼符也有了。偏偏多了个万贵妃的祈福灯会。我看沈攸之不藏心事的模样，怕是猜到了什么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如此，不是刚好给了你们机会？机会？你是说，万贵妃的祈福灯会？我们进入西厂密报机关十分简单。那个地方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带你们进去。但要想拿到东厂的罪证案牍，就必须持有9连环钥匙。那你打探到钥匙的下落了？最近我的人在宫中打探到，汪直被软禁之后，为防止西矶市场再发生意外，如今这把钥匙正被万贵妃随身携带在身上。万贵妃为了防止西矶市场所做之事泄露，第一时间将钥匙打造成首饰，寸步不离身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想要得到钥匙，那就必须潜入皇宫，从万贵妃身上盗取。
那这无非是从老虎身上拔毛啊。拔须。有老鼠。冲着花满楼来的？我看未必。你如今还在为商华效力，没有他点头，谁敢动花满楼？是冲我来的。他们想探我虚实，看来我们的行动要做最坏的打算了。我们已经在花满楼试探到，张毅与汤溪等人的确同为四方组织成员，并且他们正在谋划着，在空回大师圆寂第7日的祈福灯会上盗取贵妃娘娘的9环钥匙。那本宫是否该期待一番？孤独奈良城，今朝下正浓。八重银兰马，光照九重宫。今日有那么一瞬，我不敢直视袁灵的眼睛，无论是张毅，还是张毅的立场，我始终无法对着他说出任何不妥。我要回去了，你应该告诉张毅他们，不应该再进行任何计划。他们的所有行动已经被我们西极市场，甚至东极市场监视掌控，他们的行动只会丧命，毫无胜算。这不算背叛吗？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是。